在重庆长江边上有一座非常独特的山，山上有很多建筑，就是丰都鬼城所在地。在这里，你能够看到传说中的鬼门关、奈何桥、黄泉路、18层地狱、阎王殿。可能来到这里，你能够感受到鬼城的文化。现在我们就去来看一下阎王殿跟18层地狱是什么样子的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平，我现在在丰都鬼城里面。我们看了奈何桥、鬼门关，也走了黄泉路。那么这个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呢，就是天子殿，就是常说的阴间的天子，阎王就在这里面。关键里面还有个塑像，那个塑像听说有1600-700年。那也就是说，阴天子和阎王到底长什么样子的，就可以在里面看得到。还有我们熟知的18层地狱也在这个地方。18层地狱我们在中卫看过，那么这里也有。因为丰都鬼城的话，作为全国唯一的鬼城，那这个也是必不可少的。神木炉殿，就是说的是阴天子的眼光很厉害。这几个字的意思就是说，阴天子在这里考核，在阳世间行善积德的人顺利通过，那作恶的人就要打入到18层地狱进行处罚。当然，这都是一些小说文化当中的展示，一些故事。看到这两个字，大家会害怕不？幽都，往里面走就不一般了。阴天子的坐像就在里面，还有4大判官，相当于是一个办事机构。看到眼前的画面，是不是有点像大殿？就是我们说办公的地方。没错，这里呢就是阎王，相当于在阳世间的一个办事机构。然后旁边有很多阴差，这个是非常不一般的。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属于10大阴帅。就是有日巡、夜巡、防风、豹尾、鸟嘴、鱼鳃、无常、牛头、马面这些人，基本上个个都是威风凛凛、杀气腾腾。那么像随时准备执行阴天子，也就是阎王发布的命令。他们呢，每个都各有所长，刚好一边是5个。你像这个是日巡，就等于是阴差，有日巡也有夜巡，相当于白天晚上他们都要巡查。那关于这些豹尾、鸟嘴这些也是有说法的，不是说简单就放在这里。什么说法呢？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豹尾是陆地上跑的，那鸟嘴鸟是代表在天上飞的，还有鱼鳃是证明在海里游的鱼。那么其实在这里就能证明阎王就是阴天子，他是掌管海陆空的。像那些鬼魂、盲魂，你不管跑到哪里，都是他管辖的范围。这里看到黑无常和牛头，牛头马面相当于是一对，黑白无常相当于是一对，就是工作时期的搭档。那么黑无常拿着铁链，这个就相当于是勾魂使者，这个在很多影视剧能看到。说句实话，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地方是白天有灯光，假如说天气黑了，把灯光一关，你如果站在这里不被吓到就才怪呢。所以我们经常说的10大阴帅，就10大阴差是什么样子的，这个就是10大阴差真实的样子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再看一下这些，跟大家想象的一样没有？经常在影视剧演绎中可以看得到，但是在丰都鬼城这里也能够清清楚楚的近距离的看到，感受还是不一样的。这就是马面，牛头马面，也是准备去做事情。远处那个就是阴天子。来这里要大家记住一点啊，拜阎王不能用手拜，也不能烧香。为什么？因为阎王是在地下，不能烧香。拜阎王是要磕头的，大家要了解一下。在阴天子下面有4个判官，我们先看看这2个判官。大家看这个判官能认出来不？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第一个判官是崔判官，他是阴曹地府的一个头号人物。左手是执生死簿，右手拿勾魂笔，专门执行为善者天寿，让恶者归阴的任务。这个在《西游记》中也有记载，特别是说掌管生死簿，阎王让你3更死，绝对不到5更。看过《西游记》都知道，有2种人意外，一个是姓孙的，因为孙悟空当时去改了；还有一种是属猴的，其实都代表是孙悟空。大家觉得是不是很好玩？那在崔判官旁边的是谁？就是钟馗，他相当于就是赏善罚恶中的恶，凡来报道的鬼魂，如果是恶的话，就由他处置。这个钟馗的电视电影也特别多。
那这些呢，都是把古代的一些名人加到这个里面来对比来写照。有恶就有善，像右边这个就是掌管善的。那关于善是谁？就是魏征，他是执掌善铺，就是生前行善的小鬼，全部是由他安排，根据行善程度大小，给予多少的奖赏。魏征大家非常熟悉了，这个已经不用讲了，太多关于他的故事了。那最后这一名判官是陆之道，就是《聊斋志异》中陆判的原型。他基本上的职责就是让善者得到善报，好事得到弘扬，让恶者得到惩处，相当于他是一个监督的。这就是四大判官。从工作看，这个天子殿是不是很气派？整个天子殿的建筑，它始建于是西晋的时候，也就是说，这栋建筑离现在大概是1800年左右。在那个时候就供奉了阴天子，就是阎王。那里面前面就是属于那个丰都大帝，因为是丰都鬼城，可以称为丰都大帝，也可以称为阴天子，或者最通俗的说法就是阎王。来到这里，大家确切的要记住一点：拜阎王不能求事业，也不能求财，主要是求福。你看看上面写的是增福天寿，所以大家要确切一点。也同时拜的话要磕头，不能烧香。这个就是阎王。听说这个坐像，就是这个塑像，已经有1800年的历史了，不知道真假。这个阴天子的坐像大概有6米高，头戴金冠，身着蟒袍，腰围玉带，庄重威严。我们经常说阎王和丰都大帝还有阴天子是等同的，其实大家要了解一下，这个是有点错误的。我们来解释一下。那地府中谁的官最大？我们看《西游记》中知道，得知地府最大的官应该是阎王，其实不然。这是因为孙悟空在大闹地府的时候，其他的管事没有出面，阎王在地府中其实只是中层领导。其实地府是由西天和天丁共同掌管的，这个我们是在小说、神话那些资料中来讲。佛教的地藏菩萨在地府，那么很多人以为地藏菩萨是地府中最大的，其实不然，因为地藏菩萨在地府的目的不是管事，他主要是为了那句话“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”。他在地府的工作主要是超度6界，所以呢，他基本是不管事。地府其实有10殿阎王，阎罗只是其中的之一，也就是说，跟阎王平级的领导层差不多有10个人。所以真正来讲的话，北阴丰都大帝才是地府的最高。这个地方由于写的是拜阎王，所以我们就把它称为阎王。阎王的样子就是这个样子。在这边有一些18层地狱的展示，就是各种各样的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，有各种处罚的措施。像这里就是在处罚一个老头，这里应该就是过奈何桥了，排队罪。这里呢就是喝孟婆汤，过奈何桥喝孟婆汤，把前世都忘记了。现在很多景区都弄个孟婆汤出来。这个丰都鬼城的天子殿我们就看了，还是有很多内容的。